Alright，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有意思的试驾，因为我现在驾着这个从中国开下来的吉利银河 E5 吉利 Galaxy E5，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驾着的是 left hand drive，左驾版的车子，可是驾在 Malaysia。所以呢，前几天呢，这个中国吉利银河 E5 的车主们就一路从贵阳经过云南的西双版纳，经过辽国，经过泰国，再来到 Malaysia。所以这是一个横跨几千公里的试驾，而且是电动车啊。那这一次这个 Proton 就趁着他们把车子驾到来 Malaysia 就拿出来，让我们在 Proton E-Mark 7推出之前，可以来试驾感受一下这个未来的 Proton E-Mark 7的 Left Hand Drive 左驾版本。我们不可以说 Proton E-Mark 7是吉利 E5 的这个换标版，因为通常换标是人家已经那个东西好了，我们拿来换一个 badge 叫换标。那据我所知呢，其实这个吉利 Galaxy E5 跟 Proton E-Mark 7是 Core Develop 共同开发的，因为在Proton 跟吉利合作之后，在中国也有 Proton 的这个设计中心，Proton 的一个办公室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一起讨论出来这个车子要这样子去针对全世界，然后这也是吉利的一个 global product， 而不只是在中国国内限定的车型，在海外市场同样能够看到这个吉利银河 E5。影片开始之前插播一则最新资讯，持马来西亚护照的大马公民能够以免签到中国旅行不超过30天，直到2025年底。那你到了中国之后，手机 data roaming 用完，你又想查询 Google、WhatsApp、Gmail、Facebook、Instagram 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和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那这个是100%的中国 spec 的车 left hand drive， 然后它中间这边没有太多的荧幕，但是它给你一个旋钮可以去调整你的这个音量大小，然后在系统里面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 Malaysia 我们是右驾版，然后如果我们要操控荧幕，我们要用左手去 touch screen， 那大部分的人又是右撇子，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以我的驾驶经验，用右手来按 screen确实是比较顺你们能够那个感觉不同，你用这只手来刷牙，你用这只手来拿筷子，你用这只手抓东西吃饭，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但你说在 Malaysia 的路上驾着中国车 你说在 Malaysia 的路上驾着 left hand drive 的车，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之前我驾了很多台 Ferrari、Bentley、Bentayga， 还有很多你知道吗？很多 brand 他们都会拿左驾版的车来 Malaysia 驾，然后在 Malaysia 是没有明文规定左驾版犯法不能驾左驾，你可以，只要你能够适应，他选过你用 Smart Tag， 然后隔壁坐一个人帮你去点就可以了，问题不大。刚才我们从这个 Proton COE， 然后开去 Puncak Alam， 然后经过大路、小路、高速公路、小路，然后红绿灯、U灯、踩油等等。这个车子它的确非常的有力，因为它是单马达前轮驱动，0到100在 6.9 秒，200多个马力。然后在中国有2个版本，一个是400多公里 CLTC 跟500多公里 CLTC。据我这样推算来讲，它在 Malaysia 的 range 应该会在420、430左右，因为这个电池就是60 kWh 的 LFP 电池它不是3元锂电池，它是 LFP 磷酸铁电池，所以它是一个适合充到 100%， 而不像 NCM 这样子只可以充到 80%。所以我们回到驾驶体验，这台车子它的整体的悬挂是 comfort、way comfort、sometimes too comfort， 就变成说你在驾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太佛了，尤其在马来西亚，我们习惯在 highway 加速。加很快，你会觉得有一点
太过 soft 了啦，把这个对我来讲是意料之内了，因为通常中国消费者、中国市场的车子悬挂一般上都会偏软，因为针对中国国内消费者们是比较 prefer 软的 suspension 这样子。那我相信它变成 Proton E-Max 过后Proton 会把它的底盘调教去比较 stiff， 比较适合 Malaysian 的这一种感觉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 C segment SUV，C segment E SUV 就是比 X70 稍微大一点点的一个电动车。它要打的对手可能像 BYD Atto 3这类型的 C segment E SUV， 所以价钱它不会卖太贵啦。据我所知，大概会在100千上下，不会卖到太贵。所以以这个价钱来讲，加速非常有力。只是风声非常的明显，因为我该注意到它不是双层玻璃 acoustic glass laminated glass， 这是一般的车窗玻璃，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风噪声不是怎么讲，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这个东西。然后路面隔音我觉得 OK， 然后这个车包座椅有按摩椅的功能，然后cushion的软硬程度非常适合亚洲人乘坐，不会像一些你知道吗德系、欧系的椅子硬邦邦这样子。然后它还有一些语音声控的功能，比如讲像你好吉利，主驾你好，打开副驾驶车窗，副驾车窗开了，关闭车窗，当前就是关闭状态哦。你好吉利，我在，关闭车窗，主驾车窗已经是关闭状态了。你好吉利，再听，关闭副驾驶车窗。副驾车窗关了。OK， 那这个车子它有2个 speaker， 它可以去侦测到底是谁在输入这个指令啦。那因为中国版的车，中国的车机，所以它的 SIM 卡经过泰国来到马来西亚过后，它是完全没有线的。所以没有线的话，你开地图你也看不到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这些东西，全部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就靠凭着自己的记忆来去找路这样子啦。所以刚才他们访问我，你觉得在马来西亚的公路驾着左驾版的中国车是什么感觉？首先像我前面讲的，我对于驾 left-hand drive 的车子是不陌生的。然后因为这个车子块头也不大，所以在摆的时候，车身高度够高啊。因为我之前每次在马来西亚驾 left-hand drive 的车都是 Ferrari 啦，比较低，很难看。可是这个车子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啦，只是过这种你知道吗？他选过 door move 的时候要比较小心，怕太过靠左还是太过靠右这样子啦。然后你说加入加速动力，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台电动车是不用去怀疑它。不管它是单马达、前马达、后马达，只要它是电动车，哪怕它只有200牛车米的，它都会非常的有力。更不要讲这是一台动力数据一点都不慢的电动车。OK。舒适驾驶模式加速。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打开它的这个 Head-Up Display， 然后驾驶方面你可以调整能量回收。但我刚才试了它的自动能量回收，低、中、高，就是 Low、Medium 跟 High。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能量回收它不是说特别的准啊。其实跟 BYD 有点像啦，就是它很比较 soft 的这种 regen 功能。然后转向助力你可以调整这个 EPS， 你要舒适标准或者是运动去到运动的话，这个转向是稍微比较 stiff 一点，但比较不了它还是不 stiff 的。所以你在摆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如果可以再硬一点会比较好啦。但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因为车子重嘛，所以如果你要你要 E-Max 7比 Geely E5 Stiff， 你就要牺牲掉 comfort， 这个 comfort 是 OK 了，我该坐在后面是非常舒服的一辆车，我也能够体会到他们说从云南驾下来马来西亚一路上多么的舒服。这不是车大炮，这不是显的，我自己坐在后面，这个舒服讲到舒适感，它的腿部空间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它一个最大的卖点，因为它虽然不是很大，不过乘坐空间蛮大的。然后这个系统东西就怎么讲？相对比较 boring， 相对比较无聊啦。因为电动车就是你知道吗？一块大荧幕，14寸、15寸，然后所有东西放在里面，它只是意思给你几个按钮而已，真的是很意思那种啦。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的，就是它的方向盘后面这一块 screen
因为它就是好像 third party accessory 这样子的，很 common 啦。因为你看很高级的极客 X 也是给你一片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它就是显示，因为现在都是自动巡航、自动跟车的系统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启动，这个自动跟车，你看这个车子非常得意啊，它有很多这种。shortcut key， 你 click 进去过后，你可以去，你看到吗？打个招呼。它因为车子外面有 speaker 啊，所以你可以对着外面吹口哨。你看我现在吹口哨，老虎声。OK，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免不了了，现在是几点？现在是4点43分，我们就 stuck 在这边，因为我们要开回去 Proton 这样子。今天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 Malaysia 开着中国车，不是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中国车是真的是 literally 从中国嫁过来的中国车。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驾照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驾照都没有办法透过国际驾照在中国国内开车，所以如果我现在要在中国的国内开车，我必须要去换驾照，然后它不是一天里面可以完成的东西，不管是临时驾驶证还是这个长期的驾驶执照，都需要考试、做身体检查、呈交一些文件，在中国至少待个5-6个工作日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之前每次去中国都很可惜，觉得为什么一直要在 car park 里面驾，在 test track 里面驾，因为车子是拿来在路上驾的。我还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在路上驾车，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那辆车，而不是一直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去测试。那这次是我严格来讲是我第一次在马路上面试驾中国车牌的车，这个贵 A 应该是不是云南。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的车牌贵 A， 所以这个吉利银河 E5 我觉得刚才在跑高速的时候，的确，他会觉得不够这么稳，不够这么淡定。不过你说一般日常通勤，你看我们这样塞车，我现在去节能模式，我觉得它是一辆非常 smooth 的车，因为有时候在这种交通状况你车子有力没有用的，然后你一直很高强度的锐减也会造成乘客的不舒服。那这个吉利Galaxy E5 呢，它就你看很好啊，真的是一辆很好的 daily car，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Proton E-7 把这个吉利 Galaxy E5 变成又多版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是会是一台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车，也会对所有的这个尺寸的电动车，不管是中国电动车、欧洲电动车还是美国电动车，都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 Proton 能够去promise 它会在本地组装，然后给到我们马来西亚人更加 localize， 更多 local component， 更多 local supplier 的一台电动车。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对手就是另外一个国产品牌 Perodua， 似乎还要等到2025、2026才有消息。那 Proton 现在就已经把 Galaxy 放到来马来西亚，让我们率先去试驾，去体验 E-7 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今天这集的试驾最主要是给大家知道，吉利把他们的吉利银河 E5 从云南驾到来马来西亚，让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面驾中国版的车，也让我们对 Proton E-7 更加的期待，有更多的这个想象这样子。那预知更多详情，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所以我之前一直跟人家讲我讲如果 E-7 卖这个价钱，以我现在用到的这个 spec 这个电池大小里程来讲，其他人真的是不用卖了。好像我们现在在 Puncak Alam 这边你看，你可以 feel 到，你可以从镜头前面看到这个车子的底盘到底是有多软，看到吗？它很 soft 很 soft， 我相信如果 Proton E-7 肯定会把它 tune 到比较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的高速公路，如果你要驾超速，可能超过110、120，是要很严格的啦，很多测速照相。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苏嘎就是一脚踩下去140、150、160，所以如果你这个 suspension 来应付马来西亚的路，我觉得
不是这么理想啦，还有很大的调教空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我前面有一辆吉利银河 E5， 我的左边、后面、右边都有。他们就趁着这个吉利来到马来西亚做活动，就让我们把车子拿出来，在我们的公路上面试驾。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参与他们从贵阳、西双版纳、辽国、泰国再到马来西亚，但是我们可以分享其中一个 part 啦，因为在过去这样子的活动不常见啦，因为尤其是电动车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柴油车，哇，打满一缸油可以走600-700公里那一种，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电动车，需要一直找充电桩，每一觉醒来要充几次电这种，所以我们就一边驾一边分享，等下看停下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 walkabout 这样子啦。